印度果然沒讓大家失望，光輝戰機墜毀的鍋結結實實地扣在了美國人的頭上。11月22日，印度退役將軍巴克什指責美國應對迪拜航展上的光輝戰鬥機墜毀事件負責，稱墜機是由於發動機問題造成的，是美國將光輝視為威脅。說得很對，發動機是美國的，彈射座椅是英國的，火控是以色列的，飛控是法國的，事發地是在阿聯酋。印度有什麼錯？印度只是受害者。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11月21日，迪拜航展的收官之日，本應是各國軍工秀肌肉的壓軸時刻，卻被印度硬生生演成了大型煙花秀。當被莫迪奉為印度之光的 LCA 光輝戰鬥機剛做完一套看似酷炫的低空特技，就以一個極其狼狽的姿態一頭砸向地面，瞬間燃起的火球不僅吞噬了這架寄予厚望的戰機，更讓印度航空工業的臉面被燒得焦黑。比墜機更令人唏噓的是飛行員的遭遇，駕駛這架戰機的可不是初出茅廬的菜鳥飛行員，而是印度空軍中校納曼什·亞希爾，一位被軍方精挑細選出來的王牌老司機。起飛前的他在印度展台前笑容燦爛，和參展觀眾合影留念時眉飛色舞，那股子自信勁兒仿佛下一秒就能簽下幾十架的大訂單。可誰能想到，這張充滿朝氣的笑臉竟成了他生命最後的定格。更諷刺的是，關鍵時刻本該救命的彈射座椅毫無反應，這位經驗豐富的中校連跳傘逃生的機會都沒得到，用生命為這場失敗的表演買了單。事故發生後不到24小時，印度網友的情緒率先炸了鍋。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人的矛頭沒有指向自家軍工企業，反而齊刷刷地喊起了美國、英國要負責。有網友扒出猛料，這款被吹上天的國產戰機實際就是個國際組裝貨，心臟是美國的 F404發動機，航電系統靠法國支援，就連害死飛行員的彈射座椅都來自英國。所謂的國產率不過才35%。這番言論看似有理有據，實則暴露了印度軍工的致命短板，連核心部件都無法自主生產，卻硬要打腫臉充胖子搞國產光環。印度官方的甩鍋操作更是把這場鬧劇推向了高潮。印度少將在接受採訪時言之鑿鑿地表示，事故根源在於美國提供的 F404發動機太過陳舊，存在壓縮機失速等嚴重問題，甚至翻出舊賬稱2024年的首次光輝事故就與該型號發動機的油泵故障有關。更委屈的是，他聲稱美國不肯出售更先進的 F410發動機，才逼得印度只能用這款老掉牙的發動機。言外之意就是都是美國卡脖子，害得我們出洋相。聽到這話，確實有不少人拍手叫好，稱終於敢說真話了。但更多理性的聲音則提出質疑，既然知道發動機不靠譜，為何還要在迪拜航展這種全球矚目的場合冒險表演？更值得深究的是，早在航展前就有記者拍到這架戰機存在漏油現象，可印度方面卻輕描淡寫地解釋為冷卻水洩漏，硬是帶着安全隱患強行升空。這種把面子看得比安全重的心態，你不墜機誰墜機？專業人士通過現場視頻復盤時也發現，其實戰機在表演時就已經破綻百出，低空倒扣動作節奏生硬，高度過低且速度遲緩，拉桿時明顯反應遲鈍，仿佛在與空氣較勁。右側發動機噴出的火色異常，還伴有黑煙，這與正常加力燃燒的狀態截然不同。熟悉這款戰機的人都知道，光輝採用無尾三角翼設計，這種布局在低速時對升力控制要求極高，一旦動力系統出現問題，操作難度會呈幾何級增長。而印度飛行員偏偏選擇在低空做高難度動作，等於把自己逼到了容錯率為0的絕境。更致命的是，光輝作為一款研制近40年的戰機，至今仍未解決核心技術瓶頸。從上世紀80年代立項至今，這款戰機多次修改設計指標，國產化率卻始終停留在35%左右。關鍵的發動機、航電系統、彈射座椅甚至起落架都依賴進口，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只負責簡單組裝。這種拿來主義造就的所謂國產戰機，就像用不同品牌的零件拼湊起來的電腦，兼容性和可靠性可想而知。去年印度軍方還大張旗鼓地宣布要採購98架光輝，如今這場墜機事故無疑讓國內外對印度航空工業的信心大打折扣。小編覺得，印度軍工如今的處境本質上是必然的結果。長期以來，印度都抱着跟着西方混就能快速現代化的錯覺，認為只要砸錢引進技術，就能跳過工業化積累，直接躋身強國行列。這種心態導致印度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的惡性循環，要麼花高價購買國外成品，要麼引進散件組裝，始終無法掌握核心技術。更荒唐的是，國內居然還出現跳過製造業直接發展第三產業的論調，妄圖把印度打造成世界辦公室，完全忽視了工業基礎對國防軍工的支撐作用。就在印度為光輝墜機忙着甩鍋的時候，巴基斯坦在迪拜航展的表現卻上演了教科書級別的反差萌。與印度的高調表演不同，巴基斯坦空軍帶着最新的 GF-17梟龍 Block 3型戰鬥機低調參戰，沒有搞花哨的特技表演，卻悄悄簽下了大單。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正式宣布，已與一個友好國家簽署了梟龍採購諒解備忘錄，加上此前阿塞拜疆敲定的40架訂單，梟龍在此次航展上可謂收穫頗豐。一邊是砸鍋賣鐵搞了40年，最終在全球面前墜毀的光輝，一邊是中巴聯合研製，從被嘲諷到遠銷多國的梟龍，難怪這次印度是真急了。但從性能參數來看，梟龍 Block 3就足以讓光輝汗顏。這款中巴聯合研製的戰機搭載了有源相控陣雷達，對戰鬥機類目標的探測距離超過170公里，支持超視距作戰。武器系統更是全面，可匹配霹靂15E遠程空空導彈、霹靂10E近距格鬥彈以及多種對地對海精確制導彈藥，打擊能力覆蓋海陸空全領域。更關鍵的是，梟龍的單機價格僅2500到3000萬美元，遠低於同級別的西方戰機，甚至比光輝還要親民。這種物美價廉的特質，讓梟龍在中小國家中極具吸引力。梟龍自服役以來，多次參與實戰並表現出色。2014年和2017年在北瓦基里斯坦的反恐行動中精準打擊目標。2019年印巴衝突中，梟龍擊落印度米格21戰機，創下經典戰例。2024年針對伊朗和阿富汗境內武裝組織的跨境打擊中，該機展現出卓越的精確打擊能力。2025年5月的印巴衝突中，梟龍更是憑借完善的作戰體系，讓印度的陣風戰機未能佔到便宜。相比之下，光輝至今從未參與過實戰，唯一的高光時刻就是這次全球直播的墜機事故。在出口前景上，兩款戰機更是天差地別。印度為光輝設定了雄心勃勃的出口目標，號稱要賣給阿根廷、巴西、馬來西亞等10幾個國家，甚至異想天開的提議讓美國海軍採購雙座型。可現實是，除了印度軍方迫於壓力採購外，至今沒有任何國家簽下正式訂單。此次墜機事故後，原本有意向的買家更是望而卻步，畢竟沒人願意買一款連王牌飛行員都保不住的戰機。反觀梟龍，則憑借過硬的實力打開了全球市場。除了已交付的尼日利亞和正在接收戰機的阿塞拜疆、阿根廷、馬來西亞等國，也在推進採購談判或技術評估。此次航展上簽署備忘錄的友好國家，據外媒分析，大概率是孟加拉或伊拉克等伊斯蘭國家。這得益於巴基斯坦與伊斯蘭世界通暢的軍貿通道。有分析師預測，到2030年，梟龍的全球銷量有望達到300到400架。未來的 Block 4改進型還將引入推力矢量、複合材料引申優化等技術，競爭力只會越來越強。很多人不知道，巴基斯坦的工業基礎原本比印度薄弱得多，上世紀90年代還無法獨立生產戰機零部件，但中巴聯合研製梟龍時，中國採取了授人以魚的合作模式，不僅提供技術支持，還幫助巴基斯坦建立了完整的生產線和配套產業鏈。如今，巴基斯坦不僅能獨立組裝梟龍，還實現了60%以上零部件的國產化，甚至能生產哈利德坦克，建造軍艦，形成了自主造血的國防工業體系。
這種合作模式與西方對印度的技術輸出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賣給印度的始終是嚴格版技術，核心環節絕不鬆手，既賺走了真金白銀，又確保印度無法形成競爭能力。而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合作則是平等互利的，不附加政治條件，不壟斷核心技術，通過技術轉讓幫助對方建立工業基礎。這種共生型合作範式，正是驍龍能暢銷全球的關鍵所在。或許正如網友調侃的那樣，印度選了工業克魯蘇當對標對象，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悲劇結局。而巴基斯坦選對了合作模式，才讓驍龍從被嘲諷的米格21改進型變成了全球軍貿市場的香饽饽。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